现在出国旅游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，大家只要一有空闲时间，就会想到给自己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毕竟国内景点的人数实在太多了，一到节假日，那真是人挤人，只看人。所以有经济条件的，一般都会选择出国。毕竟国内外的节假日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出国旅游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今天猫也就来为大家排雷了。有意向去芬兰旅行的朋友们注意了。在芬兰有个奇怪的现象，一到晚上，旅馆附近就会出现一些当地女性，她们会选择在深夜一间间敲酒店的房门。各位老司机是不是好奇，这是主动送上门来了？为什么要这样一间间敲房间呢？看完你就懂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芬兰人的社恐属性是出了名的，如果你看过芬兰人是怎么排队的，那你应该就懂了。两个人之间一般都是隔1-2米，在公交车上，如果每排座位都有一个人坐了，芬兰人就觉得这辆车已经满了，他们觉得和别人挨着坐很不自在。芬兰人的这个属性真的太明显了。他们喜欢安静，喜欢玩手机，不喜欢和陌生人聊天。即使是那些私下很健谈的人，在公共场合也少言寡语。这个属性严重到连他们自己都吐槽自己。于是就是之前很火的畅销书《芬兰人的噩梦》，里面画的全是芬兰人日常生活里的社恐表现。那么娶芬兰美女是种什么体验呢？听听中国小伙怎么说，答案太真实了。来自中国的小王同学因为工作需要，所以被调到芬兰工作2年，而也就是在这2年的时间里，他认识了一个芬兰姑娘，并且2人最后就结婚了。这个芬兰姑娘也跟着他一起来到了中国，而据他所说，2个人生活其实很平淡，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好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芬兰姑娘非常的贴心，并且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，而且对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房子和车子没有那么在意，更多的就是2个人生活的舒适就好。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他总觉得2人之间隔着些什么。虽然他在芬兰工作的时候就知道当地非常的注重距离，甚至排队的时候都隔得老远，其实就是深度社恐。但是他觉得以后结婚了应该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没想到2个人之间的距离还是一点没变。而且虽然嫁到了中国，但是这个芬兰姑娘却完全没有融入到中国的环境中，对于热闹的场面还是会避之不及，所以和亲友见面的时候场面也很尴尬。曾经网上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，就连芬兰人都在劝不要轻易娶芬兰女孩结婚，否则婚后难以幸福。虽然有夸大的成分，但也足以证明芬兰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存在一定的差异。那么有一种极端就有另一种极端，比如猫爷影片开头提到的芬兰美女半夜敲你门的情况。其实猫爷个人还是很排斥在晚上听到敲门声的，特别是在陌生的城市突然听到敲门声，这谁不慌啊？一般来说，在芬兰的夜晚敲你门的都是穿着性感的美女，她们2只手会提满当地的特产和酒水，通过房间门的猫眼，她们只会让你看到上半身。一个男人在异国他乡看到这种打扮的女孩，不冒出点别样的小心思，那都是自己骗自己。一旦你放松警惕，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就会找准机会快速的进入你的房间，接下来就是开始给你推销产品了。要是你有一种不耐烦或者不想买的迹象被他察觉到，他们就会明目张胆的告诉你，如果你不买，他就会敞开嗓门大喊救命。各位老司机可以想象一下，自警自警，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，女生放声大叫，这样万一来人的话，人家的第一印象和反应就是你在侵犯人家女性。你一个外国人，人家一个当地人，想也不用想，受伤的一定会是你了。很多人也是顾虑到这一点，通常就会选择息事宁人，买下他们推销的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经过几倍价格翻涨上来的，其实就相当于破财免灾了。特别是中国游客，因为中国游客往往都不愿意在其他国家惹上麻烦，所以妥协的会更加的快。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开门。至于为什么美女能精准的找上你，猫爷猜测可能你进入宾馆的时候就已经被盯上了，或者就是纯纯的倒霉蛋让你碰上了。不过类似这种美女骗局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版本，
猫爷此前的影片也都有过相关介绍，感兴趣的老司机可以去猫眼主页视频学习一番。接下来，猫爷再为大家分享芬兰人一项比较有意思的背老婆大赛。芬兰人以搞怪著称，什么国际空气吉他大赛、沼泽足球大赛、丢手机大赛都是他们脑洞大开的产物。不过要说最让人称奇的，还是他们的传统爱妻项目背老婆大赛。最近1年1度的背老婆世界锦标赛又在芬兰开锣了。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。大赛汇集了从世界各地赶来向老婆展示男人雄风的丈夫们。250米的赛道上，不仅要冲刺、下水，还要翻越障碍，妥妥的10项全能啊！按照规则，参加比赛的老婆只需年满17岁，体重超过49公斤即可。至于怎么背，请随意。于是有人选择了常规的背法，有人把老婆扛在肩上，而更多的人则是把老婆倒挂在肩上，让老婆使出剪刀脚、倒栽葱的一路颠簸。虽然这种背法最容易取胜，但看起来老婆们可不太好受啊。比赛虽然折腾，但这些夫妻看起来却乐在其中。据说为了分享比赛的乐趣，主办方还建议男选手不仅可以背自己老婆闯关，还可以借别人家的老婆背一背。只要你获得冠军，就能获得跟女伴体重一样重的啤酒。如今这项具有27年历史的另类比赛已经被芬兰发扬光大，其他不少国家也跟着玩嗨了。比如在英国的背老婆大赛上，除了一本正经的参赛选手，还有干脆来 cosplay 的。而在美国，主办方则是增加了障碍难度，想获得冠军，你必须拿出超人般的力气。当然，最让猫爷服气的还是咱们中国的背老婆大赛，虽然难度不高，但是奖品诱人啊，直接奖一套海景房。就问你心动了吗？根据2019年最新排名，芬兰击败丹麦，成为世界上国民幸福度最高的国家。总之，北欧国家在该榜单上总是名列前茅。芬兰媒体的自由度非常高，政府也很清廉透明。目前，芬兰和丹麦、新西兰一起被认为是全球最清廉的3个国家。芬兰的福利是真的好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。宝宝一出生，他们的生活基本就被政府照料好了，生活所需是不会缺的。上学之后更加不用愁，可以一直免费读到大学。就连欧盟其他国家的小孩也能来芬兰享受这个待遇。就连芬兰监狱的住宿条件都比国内很多上班族租的房子都好，各种福利和活动也一应俱全。更重要的是，有的监狱是开放式的，犯人们可以自由的出来到镇上购物。其实与其说是监禁，这种关押方式更像是集中到一个地方做社区服务。由于拥有这么开放的监狱，芬兰的越狱率是全欧洲最高，但芬兰政府并没有觉得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最终要看的指标是犯罪率是否下降，而不是囚犯是否服刑。从各个方面看，芬兰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。当然，它和北欧的其他高福利国家一样，税收也高得很，而且有些税还很奇怪。比如在芬兰，不管你是否拥有电视机，都必须缴纳电视税。芬兰还征收糖果税和水税，不过没有饼干税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也就先讲到这儿。你还想了解哪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呢？赶快在下方留言区告诉猫爷吧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